大家好，先来个前情提要哈。现在并不是一般种植木薯的季节啊。因缘巧合下呢，一个董事长级的亲戚还专程打了电话，神神秘秘的让我过去啊，还想说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讲啊，结果才知道有很厉害的木薯要给我啊。由于木薯长大后所需要的空间比较大，拖了好几个星期才在这里进行扦插。这位置一旁有个虹溪蓄水池啊，还在等待修整闲置的空间就拿来进行调整前的利用啊。另外还将木薯纳入了蒜头的种植计划。由于木薯的叶片放久了都已经干掉了，现在扦插的方式更像是在插木头啊。不过由于木薯的生命力非常强啊，只要没有颠倒方向正确进行扦插呢，翻松土壤并保持土壤水分就可以成功了。这样的木条状态呢，看起来很像在扦插鸡蛋花了。天气热的话，1个星期之后就可以长成这样了。顺道来看一下一旁将七里香底部修剪成自带花盆的方式啊，上方留下的枝条呢，再慢慢进行塑形啊。1个月后呢，木薯已经又长大了。由于只是暂时进行扦插了，扦插的距离非常近不进行移植的话，长太高大会更麻烦了。进行挖掘时呢，最好事前多浇几次水啊，这样可以让土壤紧连底根啊。而这种扦插就可以活的作物呢，只要细须根的数量够，不带土进行移植，几乎也可以存活了。只是恢复期需要一点时间试想扦插都会活了，顶多就只是重新扦插的概念而已啦。这已经长根了就算当成是扦插呢，也会更为容易啊。至于影片开头为何会说现在不是适合单纯种植木薯的季节由于木薯通常主要是种植在山区啊，山区在冬天时气温会比较低啊。当气温低于10度时呢，木薯会出现生长停滞的现象啊。当天气越热，木薯的生长状态会越好所以一般是建议在入春的时候种植啊。只是因为是在平地就算现在半夜的气温呢，都还有20度了。1年之中要掉到10度以下的时间并不多见了。在平地倒是可以接受短暂时间的停滞生长啊。另外，由于木薯日后生长的会比较高大顺风或是逆风的选择呢，没有特别意见啦。毕竟它的向光性非常强啊。若真不好决定呢，就选择夏天逆风的方向种植啊。夏天的迎风面呢，通常是西南风啊，可以把它的枝叶呢当成撑起一把伞的样子思考而个人则是尽量与希望它可以往水池的方向生长所以移植时呢，底茎是朝水池的方向加减利用一点空间尽量不要影响到内部的种植空间另外，夏天天热时呢，看能否提供水池一点遮阳来自然降低水温以提高水的含氧量以上是外部这3棵木薯种植在此的原因接下来这内部还有种植2棵木薯的安排。安排种植木薯在蒜头内部呢，则是有另外的思考啦。因为这内部宽度比较宽，全部都种满蒜头的话，不容易除草之外呢，对于土壤的湿度也不容易控制而中间凹槽的地方长了非常多的杂草这是前一部影片所提到的，水池里的淤泥呢，草籽特别多得小心使用。而这种淤泥脱水后呢，表面会有板结成硬块
下方却很容易保有湿度含有高矿物质的土壤呢，很容易吸引蚯蚓的进驻因此凹槽就成就了土壤处理与养土的空间也由于近年气温不断的上升早年蒜头若是提早在农历7月半就进行种植呢，吃到隔年清明前都还不会有坏掉或是发芽。但现在的气温上升后呢，蒜头的生长时间变短了不少了。天气只要一转热呢，叶子会很快就干掉，得进行采收了。因此，想要把生长时间拉长才在内部让木薯担任撑伞遮阳，降低日照直射的想法了。由于木薯通常是种植1年的时间安排喜欢高温的木薯进驻后呢，也有在蒜头采收后继续提供遮阳的效果了。这也是在创造与提供降温的安排。不然天气一热呢，很多作物不适合种植之外呢，光人在烈日下耕作也会很辛苦实在是今年的冬天气温降得太慢了，都已经到了大雪的节气却还是大太阳所以干脆就把拍摄重点摆在作物与设施的安排上对于一些家常的秋冬作物十字花科类有参考需求的观众朋友呢，这去年的影片大都已经拍过了，技术没有很大的提升或是种植方法有所改变的作物呢，也就没有拍摄了。有需求的再去看以前的影片就可以了。大部分都有完整的种植与生长记录了。在经过25天之后呢，硬梗与软梗蒜头叶片上的颜色差别更大了。而移植过后的木薯叶片呢，可以看出都已经恢复生长了。目前的气温并没有出现生长停滞的现象这得等几个月后呢，木薯长高后才有办法判断遮阳效果了。不过这整个中央区搭配洛里呢，预期是可以成为小丛林区以上是个人的降温区安排，谢谢收看。